Hello，大家好，我係 Muse。喺上一段影片咧，我就同大家分享咗技巧篇，就係到底你操控相機啊，一啲技術嘅問題啊，打燈嘅問題啊，會導致大家影人像作品影得唔夠理想。但係喺呢段影片咧，就同大家分享唔關技術事啦，係呢一度呢一度影響。其實我自己認為咧，呢一度嘅影響係更重要嘅。咁我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好多朋友咧都會覺得，哎呀，我淨係想學一啲技巧嘅啫，你唔好同我講一啲思維啊，唔好同我講想法啦，我咁快我唔識想法啦，我可唔可以淨係純粹學技巧啊？可以就教你技巧咯，但係教完你嘅技巧咧，你會憑乜嘢去使用呢啲技巧出嚟啊？其實咪通過你嘅思維咯。通過你嘅想法，通過你嘅判斷咯。咁呢啲係咩嚟㗎？呢啲唔係技巧嚟㗎，呢個係你嘅思維嚟㗎喎。你其實你用乜嘢技巧出嚟？你用咩方法打燈？你用乜嘢嘅掃光工具？你點樣去叫做引導、指動呢個模特兒去產生呢個 moment 出嚟？呢個係通過你嘅思維、想法、你嘅內涵、你裏邊嘅嘢而去產生出嚟嘅。所以點可能係我哋跳過咗思維想法而直接學技巧嘅咧？其實係唔係好 make sense 嘅喎。獨立學係可以嘅，但係當你要運用出嚟用得好，可以肯定你缺乏咗呢一個思維想法，你冇可能可以做得好嘅。咁所以呢段影片咧就同大家分享關於思維影響得到你影唔好人像作品嘅原因啦。第一點就係你冇主題或者概念啦。其實呢一個咧，亦都係代表咗啊，你係缺乏目標啦。每一次影相咧，可以好 casual，亦都可以好有製作咁樣，你就有晒目標嘅，一大班人去影相嘅，甚至可能係一個工作啊。工作就更加需要一個目標啊。目標就係話個結果其實係要點嘅先，搞清楚啊。我今日影 pre-wedding，咁個目標其實係點啊 ？OK， 可能有朋友或者我揾 model 去影一輯相 ，OK 影相啦。咁今日影相 ，OK 影相。影咩？影乜嘢先得㗎？就算我係好需要即興嚇，我好習慣即興。咁我即興嘅時候，我個腦都要產生。咁影乜嘢先得㗎？個結果係點先得㗎？好多人可能根本個腦冇一個結果嘅影像喺度，所以你對住一個人影相，見乜咪影乜咯。你就憑住開大光圈，後邊就會散景㗎啦。企前啲又會點㗎啦，企後啲又會點㗎啦，歪啲又會點㗎啦咁樣。打燈啊，不如打支燈啦，咁樣打側嘅角度咁樣。但係其實咧，呢一啲都係好似好機械式，因為你識得呢一樣嘢 ，OK 咁樣擺啦，而唔係因為你想創造某個畫面。呢個畫面如果冇通過你個腦嘅思維去產生出嚟嘅時候咧，你點樣打燈都係好呆板，亦都產生唔到嗰個氛圍。即係話簡單講，你影極都冇嗰個味道喺裏邊。就係因為咁，你都同時間表達緊一樣嘢，就係你其實對人係冇興趣嘅。你對人係冇興趣，對人係冇想法，亦都可能係你對前面嗰個人冇興趣，前面個人你對佢冇想法。即係你覺得佢好靚，你可能好有心機影；你對住佢唔夠靚，你就冇心機影，你冇想法，你冇諗住點樣可以令到佢做得更加好。你如果個腦冇呢一啲嘢嘅時候，你都唔好奢想你嗰日嘅作品可以做得幾好。因為我哋每一次影相咧，都唔係話一定要好有主題嘅。今次個主題就係哆啦 A 夢，咁我將你變成哆啦 A 夢咁樣，並唔係咯。因為呢一個咧係再進一步嘅一啲創作性嘅嘢。而就算一啲好 casual 嘅 shoot，當你同屋企人影相都好啦，同屋企人去旅行影張合照都好啦，你都應該要有一個想像力。如果你冇呢一個想像力，咁我應該要涵蓋背景幾多啊？咁應該企邊一個位啊？應該留翻邊個位俾你企啊？你個距離係點啊？燈光係點啊？其實你都可以幻想出嚟嘅。
咁但係當你如果真係好 casual 咁影，會唔會啊？我都會真係好 casual嘅合照。咁嗰啲你就唔好再即係要求一啲咩質素啊，或者係要求到即係叫做要點樣叫好滿意啊？你唔好諗嗰啲嘢啦，嗰啲相就還嗰啲相啦。我今日所提嘅就係，如果大家有要求，希望產生一啲理想嘅結果嘅時候呢，就算影一張合照，你都好需要你嘅思維去構思、去 visualize 個結果。打咗燈會點啊？到底你哋點樣企、點樣坐係會好啊？呢啲咪就係一個攝影師嘅基本條件嚟嘅啫嘛。如果你想做一個攝影師，你個腦係冇一個想像力嘅，你幻想唔到個結果嘅，你係冇辦法做到嘅。而你累積嘅一啲知識呢，係繼續令到你呢個想像力個影像呢係更加清晰咁解嘅啫。如果你認識嘅一啲打燈模式啊，或者一啲攝影嘅知識上面嘅知識唔夠深嘅時候呢，你幻想出嚟嘅結果呢，可能係比較模糊嘅，即係你腦嘅影像係比較模糊嘅，唔係咁清晰嘅，因為你唔係好確定到底打咗燈會點啊，啲燈嘅形態啊、角度啊，所以咧你個腦嘅影像冇咁清晰嘅。但係當你一路吸收更多嘅嘢嘅時候呢，你個腦嘅影像就越嚟越清晰，越嚟越清晰啦。第二點就係缺乏溝通啦。其實無論你係一個人自己影相，又或者你係有一個化妝師，甚至有你個團隊嘅，就算你一個人自己影相，其實都唔代表你係一個人嘅。你係影緊前面一個主角㗎嘛，嗰個人係同你一齊影緊相嘅。所以最基本嘅就係你同佢影緊相，你都要同呢個人溝通。其實呢一個係好重要嘅一點嚟嘅。如果你冇辦法同佢溝通，係代表緊你冇方向。即係話頭先第一點你個腦應該要知道你想影乜啊嘛。如果你冇，就會伸延到去第二點，就係你冇同佢溝通，係因為所以我都唔知影乜，我仲喺度諗緊。到底我應該構圖係點？應該對焦係點？就喺度諗緊光圈啦、快門 ISO 呢啲問題啊，仲喺度諗緊死啊！我喺度做緊乜啊？可能都唔知做緊乜嘅時候呢，你更加唔會同前邊個人溝通啊！不如你點啦，不如你點啦。你個腦可能仲喺度望緊個背景啊，望緊乜嘢？你唔敢直視緊你前面個主角嘅。其實呢啲絕對都會令到你唔會產生好人像嘅原因咯。咁所以咧，呢啲都係由自己裏邊產生出嚟嘅結果嚟嘅。第三點啦，拉翻嚟近啲就係造型嘅問題啦。我經常分享咧，造型係我嘅 first priority，因為我頭先所講嘅原因咧，已經慢慢將呢一啲嘢咧變成你呼吸咁自然，就係你自然就會去做，自然就會管理㗎啦，唔會唔理嘅。咁所以咧，我就會騰空到更多嘅空間出嚟。先搞掂咗個造型先，如果唔係，我其他嘅技巧啊、其他嘢有晒都係冇用嘅。咁所以咧，呢一點都係非常重要嘅。先將你嗰個主角諗一諗，佢到底一個乜嘢嘅造型，跟住先會諗到底喺一個咩地方度影，又或者調轉，我已經 plan 咗我去石澳影相，咁你着成點去石澳影相先係嘛？你應該着咩衫？我應該用咩燈光，用一個乜嘢嘅模式去呈現出嚟，我先會有更多嘅嘢諗啊嘛。咁所以咧，造型的確一定係要擺喺一個比較前嘅 priority 去諗清楚。如果唔係咧，你後邊嘅嘢根本你都發生唔到。我連個人個樣又唔知，連佢着咩衫都唔知，着咗出嚟嘅結果係點都唔知嘅時候咧，係計劃唔到以後嘅嘢嘅喎。咁所以咧，造型包括化妝啦、着咩衫啦。包括髮型啦，嗱，髮型對我嚟講都係非常重要嘅，因為呢一樣嘢咧係執相都執唔到嘅嘢嚟嘅。你話唇膏甩咗啊，就有少少瑕疵啊，呢啲咧執相都仲可以執嘅。頭髮嘅問題咧，好多時都係冇得執嘅，只可以 replace 落去，甚至係自己重新畫出嚟嘅啫。咁所以呢一點對我嚟講都非常重要嘅。第四點啦，就係你冇增值學習啦。我諗都有唔少人去嘗試學習嘅，即係未必係上我堂啦，亦都有可能唔少嘅同學上我堂之餘咧，亦都係上好多其他老師嘅堂嘅。其實我係唔反對大家學任何嘅模式嘅，因為我可以肯定每一個老師都有自己嘅模式，但係我可以肯定，你同時間吸收得太多嘅時候咧，你係到底我應該用邊一個啊？呢個又咁講，嗰個又咁講，呢一個又咁做嘅，呢一個話好，呢個話唔好喎，咁死啦！等於你買一部相機，你問呢個問嗰個，個個問暈晒之後咧，你係唔知道自己其實
咁我應該買邊一部啊？因為其實你根本都冇理過你自己。好多時咧就係你要諗下你想影乜嘢。如果你個腦根本由頭到尾你都冇我呢一樣嘢，你冇自己喺度嘅時候咧，咁我跟咩人去影相就係影呢一個人嘅嘢，即係我跟 Muse 影相就影 Muse 嘅嘢，我跟邊一個攝影師咧就係影呢個攝影師嘅嘢。唔係咁樣咯，係影你自己嘅嘢。你要諗下，你係影你自己嘅嘢。但係將來再學習嘅時候呢，我可以去模仿啦、參考啦、去模擬啦嗰個攝影師嘅嘢都得。但係其實都係影緊自己嘅嘢。呢一個係好緊要嘅，就係為自己跟住我就去學習，去學習啲嘢去增值自己。因為你要基礎你自己已經有啲乜，而唔係話啊呢一個攝影師叻喎就攞你啲乜嘢啊，呢個叻喎就執你啲嘢，呢度又攞啲，嗰度攞啲，我就變咗好勁啦，得唔得嘅咧？其實我諗我見唔到有幾多個係真係好出色嘅攝影師係用咁嘅模式去增值自己而達到佢而家嘅結果咯。學習唔同嘅攝影知識咧，某程度上我哋唔可以話純粹去增值自己嘅。咁增值嚟做乜嘢啊？增值嚟同人哋講嘢 show off 咩？係咪先？唔係嘅。學習唔同嘅嘢咧，某程度上係增值緊自己嘅一啲知識上邊啦、氣質上邊啦。其實你係建立緊一個藝術嘅氛圍去俾自己，並唔係一下子你一講俾我聽我就叫做吸收到。我之前講過啦，你吸收到即係話你認識呢一樣嘢咧，同你知道呢一樣嘢咧係兩回事嚟嘅。知道係唔代表認識，更加唔代表你用到出嚟嘅。所以你學習嘅態度係非常之重要，就唔係話你上10堂、上10次堂、上100次堂，你就等於我應該學到嘅咯喎？點解我用唔到啊？用唔到係因為你個腦根本冇調到佢嗰個 channel，冇用一個恰當嘅態度去學習。你係學習唔到嘅，你上100堂都，所以你要調整好你自己，跟住再吸收。好重要嘅就係去理解一樣嘢，去理解到嘅時候，你就可以叫做發揮佢出嚟，而唔係我知道喎，我知道，但係又唔練習喎。嗱，呢啲都係一啲好重要嘅問題嚟嘅。繼續增值自己，去增加自己周圍。去營造一個氛圍，圍住你自己，一個藝術嘅氛圍圍住你自己，自然你自己薰陶到你所認識嘅嘢，你自然就會用到佢出嚟。如果你薰陶唔到你自己嘅，係冇用，同你自己生活一樣嘅。如果你身邊嘅朋友可能係邊一類型嘅人嚟嘅，你可能你自己都會變成嗰一種人，一模一樣嘅啫。其實第5點啦，就係學習完之後，梗係唔練習啦。練習呢一樣嘢呢，雖然我知道好悶嘅，同埋花錢嘅，好似音樂咁啊，花啲錢嘅就係我學完咗之後，咁啊以前我就會花唔少錢去買譜啊，因為自己以前對樂理唔係好識呢，就唔會識得自己聽完之後去執出嚟嘅。又或者有啲複雜嘅一啲 solo 嘅譜嘅時候呢，真係要人哋寫嗰個呢，編出嚟嗰個呢，寫俾你睇，你先識得彈嘅。嗰啲都花唔少時間，花唔少錢去買。我當你買即係錢買譜有限錢都買咗翻嚟，你花幾多時間去練呢？你學咗某一類型嘅打燈模式，到底你又花咗幾多心機時間去練呢？到底教咗你執人嘅皮膚，到底你熟練嘅程度去到乜嘢嘅階段呢？嗱，你如果每一樣嘢你都冇好好去練習嘅話咧，學幾多嘢其實都係冇意義嘅。喺我以前嘅影片咧，亦都分享過有一段叫做刻意練習嘅影片，咁啊，大家有時間翻去睇下。練習咧係有時係需要刻意嘅，因為要你自己自動自覺去練咧，都應該都唔係咁中意做嘅。所以有時咧，我哋係真係需要刻意去練習嘅。咩叫刻意練習呢？就係你唔好一下子逼自己一定要達到咩結果。如果你一下子已經擺個結果目標喺前邊好清晰呢，你係唔會夠膽去試一啲你都唔知得定唔得嘅方法嘅。每一次我計劃咗點，你最後咪用你自己覺得比較有把握嘅模式，咪就係你自己嘅舒適圈嘅模式咯。
所以你學完之後，你唔去實踐，亦都冇去大膽俾自己試嘅話呢，你唔使旨意，你係可以試到一啲新嘅思維模式、新嘅技巧，你係唔會做到嘅。第六點啦，就係你缺乏呢一個感性嘅思維啊，即係話你太過理性啦。相反嚟講，太過理性咪就係會導致到你唔夠膽去嘗試一啲你唔太確認嘅嘢咯。因為你憑住你可能一啲知識，你覺得咁樣唔會咁嘅喎，光唔會咁嘅喎。咦，我咁樣影係唔會產生呢個結果嘅喎。咦，我用 Y 鏡唔係咁嘅喎，我用乜嘢唔係咁嘅喎。總之你做乜嘢都係你認為唔係咁嘅時候呢，攝影係一個藝術，你玩藝術。但係如果你成日都將一啲好理性嘅邏輯思維套用喺呢個上邊呢，你係冇辦法突破。你冇辦法突破自己咁呆板啦，冇創意啦，你係冇辦法突破啊！原來係可以咁樣嘅喎，咁樣咩叫原來可以咁樣啊？你是但隨手攞一啲嘢，哎呀，有啲咩嘢喺度咧？啊，是但啦，揾支水啊！你係唔會即係有個概念，支水係可以咁樣擺喺度做裝飾品嘅喎。你如果用一啲邏輯，你就會覺得啲嘢唔會喺度嘅喎，呢啲嘢唔會咁嘅喎。呢粒紐係一定要對稱咁扣嘅喎，呢粒紐唔可以扣第三個嘅喎。即係你如果你個腦係太多太邏輯嘅嘢喺度嘅時候呢，你係冇辦法有一啲新嘅創意，尤其是喺藝術嘅層面上邊，唔可以下下都講非常邏輯嘅嘢嘅。如果你個腦係咁，證明你平時生活啦、你嘅工作啦、你個模式就係咁樣嘅人咯。咁所以唔同行業嘅人呢，係都可以玩藝術嘅，但係可以肯定呢，大家來自唔同嘅行業啦，就變成你係唔同嘅性格啦、唔同嘅思維啦，自然產生出嚟嗰個成就呢係唔一樣嘅。所以你要薰陶自己啦，就喺學習嘅階段去認識唔同類型嘅人啦。例如你自己係會計師嚟嘅，你律師嚟嘅，你啲嘢好邏輯嘅，中意講道理嘅，一定要咁樣就等於咁樣嘅。咁但係如果你去認識你身邊嘅人啊，或者你去睇一啲 art 嘅嘢嘅時候呢，你會慢慢去俾藝術去氛圍你自己，建立藝術嘅氛圍去氛圍你自己嘅時候呢，自然你會慢慢改變到少少嘅思維。當你面對攝影嘅時候，你就會走向一個感性嘅思維。當你做翻自己理性嘅工作，做翻律師、做翻醫生嘅時候，你去翻一個理性嘅思維 OK 嘅。我覺得係人係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嘅，但係如果你自己唔嘗試去俾自己去嘗試建立呢一啲藝術嘅氛圍你自己嘅時候呢，你永遠冇辦法可以用一個理性嘅思維去做到一啲 art 嘅嘢咯。咁至於理性同埋感性，又或者叫做垂直思維、橫向思維呢，其實喺我以前嘅影片啊，我都分享過2次噶啦。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呢，就翻返以前嘅影片度睇下啦。第7點啦，就係害怕失敗。我諗冇乜人係會唔怕失敗啩？我諗每一個人都會怕失敗，爭在有幾害怕咁解嘅啫。同埋呢，當你面對失敗嘅時候，你嘅心態好緊要，唔可以講話徹底嘅失敗。我哋去影相嘅時候呢，係有好多個階段發生緊嘅。例如我本身就係預咗咁樣嘅，去到嗰個環境，咦？落雨喎，咦？去到好多人喎，咦？去到唔係我想象中咁樣喎，天氣月份唔一樣喎。例如我去到冰島冰河湖，我幻想就係點嘅，但係我今次去到，咦？死啦，冰都冇夠喎。嗱，呢啲某程度上你係遇到第一個失敗，咁你點樣去應對呢？你點樣面對呢？其實呢個係心理素質，並唔係純粹技巧。如果你連個心理素質、你個思維都冇辦法去冷靜判斷，再去有更多嘅一啲創作性、更多嘅創意性去爆出嚟嘅時候呢，你會發覺算吧啦，求其影咯，影完就算啦，咩都算啦，即係你好似逆來順受，逆來順受就係咁樣啦。其實呢一啲咪就係因為你嘅思維，因為你怕失敗，因為你面對唔到呢個失敗，你會發覺你真係唔知要點啦。下次先算啦，我都係唔得噶啦咁。當你面對另一種失敗啦，就係當你一路影嘅時候，咦？好似唔係我心目中想要嘅 lighting 喎，咦？出咗嚟好似唔係咁喎。我試下咁樣打燈先，但係試咗出嚟之後，
咦我就試下咁樣打燈，但係打咗出嚟，咦好似唔係咁喎，你就會翻返去自己嘅舒適圈啦。就係我之前自然光就冇事嘅，我一打燈就出事啦，我就咦咁咪跳過咗去唔打燈咯。你咪繼續又用翻自己嘅模式，你永遠你唔會試到一啲新嘅方法，你亦都冇可能去吸收得到新嘅方法而達成一個新嘅結果出嚟。呢個就係你驚失敗咯，一少少唔妥你就唔諗其他解決辦法，你就會翻返去自己嘅舒適圈嗰度。咁呢一個都係一個好常見嘅問題嚟嘅。你今次打燈唔好，可能係因為你個 modifier 有問題，可能係你個角度問題，可能係你個距離問題。呢啲全部係有關係嘅嘢嚟㗎嘛。咁可能你一遇到少少嘅呢啲挫折啊、失敗呢，你就會即刻退縮啦。咁我諗都有唔少人係咁樣嘅。可能你就係花咗唔少錢去約呢個模特兒啦，去租呢個 studio 啦，或者係總之花咗唔少錢嘅模式啦，時間短啦，你就會覺得唔好再試啦，嗱嗱聲試啲穩陣啲，用啲穩陣啲嘅方法產生多幾張相先嚇。永遠覺得咧，即係今次嘅呢輯相咧，即係用咗咁多錢係唔可以出一兩張相嘅，咁樣就會蝕啦。一定要影一大堆相翻嚟先叫抵嘅，先叫值嘅。嗱，如果咁樣嘅話咧，你都好難可以突破得到自己嚟嚟去去啲作品都係咁，因為你唔夠膽去嘗試呢一樣嘢，係因為你自己好怕失敗，你覺得唔可以失敗，影咗出嚟一定要點點點，你就會翻返去自己嘅舒適圈嗰度。某程度上，如果長時間長年都係咁嘅話咧，其實等於你固步自封啫嘛，即係你嘗試去用第二個模式、第二種燈法、第二種模式叫 style 咁樣去影啦，你就會發覺唔得，你就放棄啦。試一次、兩次、三次唔得，你就放棄啦。但係可以肯定啊，大部分嘅一個明顯嘅進步咧，一定基礎喺你有唔少嘅失敗上邊，你先會成功嘅。咁所以我覺得係唔需要怕失敗咯。第8點啦，就係你缺乏決策啦、組織同埋應變嘅能力啦。好似講到好嚴重咁喎，好似係去做緊啲乜嘢啊？要決策啦，又應變啦，又組織啦，好似好複雜咁。但係其實咧，我哋影相真係有好多嘢組織嘅喎。真係再簡單啲，得你同模特兒兩個人都好啦。你以為真係得你佢兩個人？你有個場景，你有光線。你同佢是但一個喐緊都好啦，場景嘅角度、光線嘅角度同時間喺度變緊，模特兒個面向改變，所有嘢不斷咁變緊，不斷咁變緊。如果你冇一個組織嘅能力，你點樣可以將大家定到喺一格嗰度啊？嗰一格就係你個面向喺邊一度，我嘅構圖向邊一度，個光線就喺邊一度。你會發覺所有嘢都喐得。但係你要定到喺一個位置，並唔係想像中咁容易做得好。如果你喺呢一方面你係缺乏能力，但係你又嘗試挑戰自己做好多需要安排嘅，可能你又加咗幾個助手俾你嘅，加咗好多器材俾你嘅，更多唔同嘅掃光工具嘅，係咪代表真係話器材又勁啦，人手又夠啦，就代表真係一定可以輕易做到好嘅作品呢？以我嘅經驗就係，你越多人、越多器材，越難影得好嘅作品，係唔容易㗎。當然做得好嘅話咧，呢個作品真係唔係輕易做到。但係當操控唔好嘅時候，你又叫做不自量力去控制咁多樣嘢嘅時候咧，你就會發現你嘅失敗率係好高嘅。咁所以咧，頭先講嘅練習啦，你可以攞嚟練習。但係唔可以因為咁樣練習導致失敗你就放棄，所以亦都係環環緊扣嘅，每一點都係有關係嘅。咁所以咧，當你面對決策出現問題嘅時候咧，亦都係因為你每一次影相嘅時候咧，你都會面對好多唔同嘅落差嘅。就係頭先講過啦，你去到冰島，可能你去到諗住冰河會見到啲咩嘢嘅，你諗住去到法國你會見到啲咩嘢，你諗住去到瑞士會見到啲咩嘅，但係原來你去到嘅時候唔係嗰回事嚟嘅，天氣不似預期嘅，即係諗住去瑞士睇啲飄零燕好靚嘅，咁但係啲日日落雨嘅，咁啊即係當你成日都面對呢啲咁嘅落差，而你調整唔好自己嘅心態啦，亦都冇一個應變能力啦、組織能力嘅時候咧，
你會發覺你就好似一個亂晒嘅層層疊，一掂就冧㗎啦。每一次影相唔可以話啲落差去到有幾大，但係可以肯定每一次都會面對落差，呢個係我嘅經驗嚟嘅。無論你個模特兒本身有幾靚都好啦，一路影一路你會嘗試更多嘅可能性嘅時候，你會發覺，咦，原來咁樣係唔得㗎喎。咦，明明靚嘅啲，但係點解咁樣落個光嘅時候唔靚嘅呢？咦，點解我影極都係唔靚嘅呢？明明前面個人係靚嘅喎。嗱，呢啲係一個落差嚟嘅，呢個亦都係現實嚟嘅，唔可以話純粹前面個人靚唔靚啊。個前面個人靚都唔代表我攞部機喺手一定靚嘅，因為你嘗試去挑戰緊某一啲可能唔係咁容易喺前面個人發生嘅一種模式啊嘛。咁所以面對落差呢一樣嘢係好緊要嘅，好緊要嘅係你點樣調整、點樣面對、點樣去扭轉而去改變，達成一個最後一個理想滿意嘅結果出嚟。第9點啦，就係過度依賴器材、過度依賴後製。呢一個呢係技巧啦，亦都係思維嚟嘅，因為依唔依賴佢呢，係你個腦諗嘅喎。你認為係，咁你咪依賴咯。你認為係喎，佢搞得掂㗎啦，呢部機正啊，佢就搞得掂㗎啦，咁你咪依賴佢咯。其實咧，呢一個係你一定要扭轉你自己嘅思維概念先可以嘅，因為呢一個係一個你對攝影你自己創作嘅一個態度嚟嘅。等於我自己呢2年裏邊加入咗一啲 Photoshop 嘅一啲作品落去。好多人都以為我以前嘅作品啊，或者我甚至我所有嘅作品咧，睇到啲嘢都以為係 Photoshop 加落去嘅。我開頭都好難接受嘅，但係我又覺得唔緊要啦。既然係咁，大家都有自己嘅諗法㗎嘛。咁但係係咪就係因為咁？咁橫掂個個都係覺得係加落去㗎啦。咁我唔需要影得咁辛苦咯，唔需要真係太執着。呢一樣嘢係影響唔到我，因為我有好明確嘅自己方向目標。到底我影相嘅態度應該係點樣嘅？我對住前面嘅主角，對住前面嘅背景，我應該用乜嘢方向去做我嘅攝影？跟住我再用乜嘢嘅方向可以令到呢個作品更好？就係可能嘗試加入道具啦，加入後製啦，去令到呢個作品令到佢變得更好，而唔係純粹話現今科技點。OK， 咁呢一 part 我直情係可以忽略佢啦。呢度做到咁樣就夠啦，嗰度就交俾佢啦咁樣。呢一樣嘢都會導致到好多人嘅作品呢就係做得唔好。有啲嘢呢唔係後製都可以解決嘅，尤其是可能佢嘅後製能力又唔係話好高。咁樣嘅前期影相態度，加上咁樣嘅後製技術呢，就真係出現到真係好多不堪入目嘅作品出嚟啦。其實我諗呢一個模式都有唔少人。所以我建議嘅咧就係當然增值後製技術啦，咁但係咧真係唔好忽略前期影相嘅一個重要性啦。去到最後一點啦，就係過度自信。自信係一個好事嚟嘅，我認為。我經常都鼓勵同學、鼓勵朋友大膽去影啦，放膽去影啦，放膽創作啦，唔試下點知呢？其實咧前面已經講過啦。你係會面對失敗㗎嘛？我係鼓勵你去面對失敗，所以我鼓勵你去試，而唔係講俾你聽你去試你一定成功，你一定成功。跟住但係你試嘅時候你唔成功咧，你就會覺得點好失敗，點解好似做唔到啊？點解好似學唔到？你唔去嘗試，你唔去真係去叫做挑戰自己去咁樣試，你就唔會知道自己嘅能力其實係去到邊度。你知道自己嘅能力去到邊度，就考驗下你自己嗰個心態啦。你點樣去面對呢一樣嘢？你點可以將呢一樣嘢變成另外一樣嘢？點樣將呢件事一個負面慢慢變翻去正面，由失敗扭轉變成成功呢？其實好多時呢一樣嘢都好重要。咁但係咧，過度自信嘅人就會產生晒前面嘅問題，就係你不能夠面對自己失敗，你不能夠產生叫做扭轉呢個局面嘅能力，就係你點樣去應變啦、面對啦。
其實呢啲嘢都真係非常之重要嘅，因為我見到有唔少本身都有 talent，影得幾好啊。咁但係我覺得好多呢一啲咧都係唔係咁容易接受到自己失敗。咁我覺得呢一樣嘢係幾直接影響得到你未來嘅一個成就。好多攝影師我諗都需要經歷唔少嘅失敗，先可以達成一啲比較理想嘅結果出嚟。咁所以我鼓勵大家去多啲嘗試，自信係好嘅，但係唔好過度自信。以上咁多嘅原因咧，全部都喺我過去咁多年裏邊咧發生過無數次。咁我希望今次嘅影片咧可以俾到大家少少嘅啟發，亦都係叫做 remind 我自己，希望將來咧去繼續避免呢一啲嘅事情發生啦，可以令到自己嘅作品咧變得更好。我哋下次再傾啦。